各位同学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请到我们的吴典玉博士，他不但是博士，他也是在建筑业界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嘛，对。然后今天请典玉老师来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毕设工具怎么帮助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典玉老师他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而且他得过非常多的大奖。那今天实在是百忙中能够请他来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请各位同学给予热烈的掌声。那他也是好，那我们就把主持棒交给典玉老师。好，那好。拿麦克风。各位好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自己。今天讲的主题因为刚刚陈老师跟我说，这边只有1/3的是建筑的同学，那其他的是别的科系的。那刚好我今天也为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动作，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等会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我就把标题改成我们的这个频道叫做如何做建筑跟室内设计画出自己的家园跟空间。我们做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就在讲 BIM， 现在是在直播也应该是有些人在看，刚才有些人上去，那你们等会也可以看看。也就是说，今天的演讲内容也还会放在这个频道上面，让大家可以去观赏，还有录影。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是真的有在做一些BIM 的教学，同时之外，我也想要透过这件事，让你们在学校这边得到一些不同的观念跟手法。因为你可能看到很多的教学都比较偏向于教技术，那很多时候他不能把实物跟一些重要的观念把它拿出来看，所以我今天特别还做了这个动作让大家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做的简报。好，那我们今天会带几个空间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3个是比较小型的建筑物，然后3个是室内装修的案子。那来跟各位讲，就是通过 BIM 它可以怎么样去做出设计来。因为可能过去看到都是技术比如看很多管线看到很快速把房子画出来或看到画了很多结构或者是你盖了一个壳，然后里面空间却没有什么装修的感觉。也许这样的东西比较多。我们今天就让各位知道，其实 BIM 可以用到一种它就是一个设计美感的东西。那刚刚陈老师有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得到一些国际的奖项。那当然其实那个也没有什么，就主要是希望我们的一些设计作品可以运用 BIM 被国际看到，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那确实它也被看到了。那当然国际的比赛它不太 care 你是用 BIM 的东西，其实毕竟是一个流程，它本来就是必然要存在于我们的设计流程当中，它并不是特别的技术。所以如果把它融合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处处都是 information。好，那再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自然机动的设计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自然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技术视为技术，那自然而然它就变成是一个障碍。如果我们把你现在手上的技术变成是你自然而然可以操作的习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各位你们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会骑的时候跟不会骑的时候是天壤之别。你们小时候骑脚踏车之前怎么样不敢踏上去，后面2个轮子拔掉的时候会怕。当你会骑的时候，你觉得那2个轮子很碍事，转弯的时候很卡，会与不会就差那么1线之间。所以我觉得自然这个事情要放在心上。那设计感这件事情，它必须要透过几个事情面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带了几个东西，这个比较像在讲设计的事情。不过我跟各位讲，BIM如果不懂这些前期的设计的逻辑跟想法，你会发现你在画图的时候就只是为了画那个模型，或者那个画图的时候只是为了画那些线，你感觉不到那些线跟模型带来的回馈，那你没办法思考在画什么，就很不重，就变得很没有效果。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动线行走流畅这件事情，你在设计房子的时候，譬如说我简单讲一下，你今天回到你家，你要先碰到一个门，再碰到一个车库，再碰到一个楼梯，才能进到你的空间里，你会觉得很挡路可是如果你今天回到家，你就先看到大客厅，然后走到后面才看到楼梯，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舒畅的过程。所以动线这件事很重要，不然你的机能什么叫融合机能稳定感？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想我今天在这个
床旁边有个床头会放手机，好像很顺畅，结果你都没有放啊，旁边就是床下，你每次都要弯腰去拿你的手机，很不顺畅，机能就没有被 follow 到。你在设计房子的时候，或者你在画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机能，你这个房子就没有效果。为什么特别想提这个事情呢？现在元宇宙的市场开始，很多所谓的元宇宙房产，你们可能都听过。我甚至都觉得可能真的学生有些人在做了。我听陈老师讲，那你在做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那些技能分享进去，没办法让人融入在里头，就效果不好。后来，自然舒适的环境感这件事情，当然这是实物的东西，它必须要去想，你的阴光热气水怎么被考虑进来，你的风能够被吹进来吗？你的里面的湿度能被控制之类的事情。未来生活细节的叠起感，你等会会看到，比如说它后面这张图，它是我们一个案子里面的一个白砖去叠出来的空间，你会看到它可以若隐若现的透出后面的空间，又可以透光，然后最后探索内线机动感这件事是比较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教堂，然后很高，然后光线洒进来，进到里面觉得被震慑住了。你今天去到一个博物馆，你觉得里面的空间非常阴暗，你就感觉进到一个另外的空间里。那种事情是可以通过空间描述出来的，而你们在画图的时候是可以提早去模拟这件事情。所以终结这5题上这5个东西是要让各位先理解，其实在做任何的模型或设计之前，要先想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 BIM 的课题哈，你看我们正常的逻辑来讲，如果你们在没有学 BIM 之前，或者是你们在一般的坊间听的时候，他都会先这样子，先 CAD 对不对？ AutoCAD 嘛，不然最好学的是 SketchUp 嘛，其实它也不是很好学啦。我个人觉得 SketchUp 是一个就是把点线面结合成一个体的一个做法，所以对我们来说不需要太考虑资讯，它就可以呈现东西。那你可以把后面的材料再加设上去，不然 3D Max 我不知道各位还用不用 Render 的事情。现在可能都被 V-Ray 取代了 ，V-Ray 它可以灌到3D Max， 可以灌到 Revit， 可以灌到很多软体当中。那 Render 这件事情变得是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不管你的模型是不是能用，可是 Render 起来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就可以拿来卖钱，对不对？可以拿来卖图。那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循环，还是很辛苦的。如果说你在画一个图，就可以从平、立、剖、透一次完成，基本上你应该可以把时间拿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好好睡一觉。因为各位可能不知道建筑师或建筑界或设计界，通常不太需要这个常态。这边这个一天有睡超过8个小时的可以举手。只有老师有而已，像我昨天晚上还没睡觉来，你知道？你看建筑人或设计人其实蛮辛苦，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去想说这个事情哈。那 BIM 其实就像用真实模型放心的切下数百段，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各个这个图说。这个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你们在画自己的模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事？你画的模型，你可以去切很多刀，就可以看到你要的图说。比如像这个模型，这就是我们建完模之后，然后直接切一个剖面，然后我请我们当时的实习生来照着这个剖面去把它模型做出来，然后把各项的图说列印出来，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这很方便。其实如果要用3D 列印也没问题，只是用手做会有手做的质量。好，那这边有这张图是我们在2018年发的设计学报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到传统的做法其实就上面这一段啊，从测量啊，然后这个没办法资讯的沟通，然后比较像单一图面不断的去进行，到后面去做。那进到 BIM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很早就在云端整合了。你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那个手机啊，大家都是云端，并不是用那个以前的拨接。这个以前很早时代它是用拨接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业界都还在做传统的事情，就明明在已经云端时代了，你还在用单机工作，然后最多就是什么，公司有一个云端主机啊，就传回云端主机，就 NAS， 可是它其实并没有在云端上做事情。BIM 其实是可以在云端上做很多事情，也就是你做完之后，你上传云端，你的手机可以看到，你的平板可以看到，你今天从学校回到家里，你从家里再到公司，它都是能串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要先有啊，如果你没有这样，跟这个时代就完全脱节。那过来，你的环控资讯不用自己去查啦，网络上就有了。比如说你今天在台中，在逢甲大学旁边有基地在盖房子，你一拉，它就把这附近的气象站拉起来，你不用再自己去找。如果还要自己找就不合理了。那过来，整个是图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画一个图，你想的东西是整个体，你不再只是想那个单纯的张图。那各位，我先讲一下哈，不论你知不知道建筑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做设计，我们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那张图要拿出来跟他沟通嘛，不然你怎么跟他沟通呢？
做任何设计，你不是拿模型出来转，就是拿图出来沟通，对吧？那既然是这样，你的图就变得很重要，它的资讯它觉得很重要，所以这下面这些事情就变成是现在比较进阶式的做法。所以要各位记得你们现在虽然在学一个简单的技术，但其实 BIM 它在未来不会是个技术而已 ，BIM 是物件导向进行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模型或每一道墙、每一个窗、每一个门在里面都是有编号，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像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在那边40个学生来这边上课，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编号，它是真实存在的。模型也是一样，所以你在做模型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当3D 建模，你要把它当有资讯的模型。看有资讯的模型代表什么？里面的材料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一叫它就叫出来。来这边你们有做到这件事的，举手一下。好，那今天没有的话，今天可以看一下，这很简单，就是你把它设好就会出现，而且它资料库。那你们看一下 SOM， 这是美国非常非常大的事务所，好几千人在里面的事务所。2007年，距离现在已经14年，不是15年了。15年前人家就做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啊，它这里就已经用 SketchUp Digital Project 在前面做 ，Revit 在里面，在15年前他就在用 BIM 的东西，然后进到后头来之后，他才会用 AutoCAD 跟 Revit 去不断的输出图出来，这件事相当重要。我们现在还有一堆人在说我不要用 BIM， 事实上早就存在了。而且你知道，在美国啊，尤其是美国啦，欧洲还不一定。在美国，你不会 Revit 或者不会 AutoCAD， 基本上你应该进不了事务所，或进不了设计公司工作。也就是说，那在人家那边已经像 AutoCAD 一样常态了。那我们现在还在用 SketchUp 或 AutoCAD 做，有点可惜。所以这边可以去应验资讯的一个规律。那过来看到这个是美国另外的事务所，2013年，你看他们用 Rhino 嘛？你们这边知道 Rhino 吗？都会吧？还是你们都是用另外一个？我不一定知道哈。Rhino 是一个比较 freeform， 它是工业设计的软体。那你看他们比较年轻的建筑师，他们工业设计软体从头走到尾，但他会去分散出来到 Revit 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也开始去做不同的可能性。那过来，这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就会比较 care 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有个事情很特别，现在去展示这个东西，在台湾跟大陆有个共同性，就是你会发现，他会render一个很漂亮的图说，然后来去说服你的屋主，或是说服你的委托你的人好了，那告诉他说你房子做起来这么漂亮，所以你必须要有个东西放这边卡住，然后告诉他说，你要 confirm 哦，你要确定哦，我才要开始做后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做这个流程。不过对你们来说，这个稍微深一点，这是我们是在建筑师工或者是设计工会在讲的东西。所以总通来说，你看从这个地方来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连贯的事情，模型啊、图说啊，它是怎么串在一起的？那讲这个对各位来说会不会有点太深了？事实上不会啊，因为你画那么多模型，最后的目标不就是为了要能够拿来去跟别人做一些展示跟施工的状态嘛？所以透过云端硬体整合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过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讲拟真绘图这件事情。拟真绘图是什么样？你画一个图之后，你放了一个灯光，它是真的存在的。你们现在在里面是不是就放一个点光源？如果你们有做光源的话，放个点光源，或者放一盏你不知道为什么的灯，然后它色温你也不知道，灯光的温度你也不知道，事实上它都存在的，它是真实有色温，它是真实可以把描述写出来，它是真实有瓦数的。然后你这样做，你这个事情就可以算量，也就是说你放了几根灯管在里面，它都可以真实出现，这是相当有用的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现在听我在讲，不一定有感受。如果你们上完这堂课，你爸妈或是你的亲戚跟你说，那个你上了这个 BIM 的课，你回去帮我画一下我家的客厅好不好？然后你给他画一个模型，然后只是有样子。他说：“那我用了几根灯管，知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用了多少的材料？前面用了几块木板，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学这个就白学了，information 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的，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而且你做起来之后，你这个事情可以拿来被实践。OK，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模型是这样这个是剖面图，在一个平力剖透的组合下，它是完成的样子。我们刚刚再对照一下，你看刚刚这张图，这个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门的图说嘛。那我们到下一张，这是完成的状态。你看到这门框这边，门框的收边，门框的这个收角，玻璃的组合方式，玻璃的分割方式，还有前面这个木板的跟沙发的组合方式，它是贯穿在一起的。我这边就要跟各位讲设计跟施工图还有 BIM， 它其实是合在一起去想，
们今天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做出来，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比较多的是设计的作品加上 BIM 的东西。你看这东西在讲材料库，你看材料库就是我今天用了什么材料，它是被写出来的，被写出来之后它就变资料库。也就是说，你们看到 AutoTask 里面的 Release 里面，它有很多基本的材料，可是它并没有编号，它也没有型号，它也没有厂牌。那这件事情就变成只是一个像 SketchUp 一样丢一个图说而已，那个效果并不好。那透过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是真实存在的，你才可以拿来去做后续的东西。那我刚刚说算到这边，你看我在里面这么多灯，这边有300多平的房子，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智慧办公室。你看这么多灯，我要去算。如果你今天要好好把它写好，你直接算出来，你不用自己算。你们会做这个事了吗？他们还没有开始上，还没开始上课。对，前面就是先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开。OK， 好，那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还没开始，老师跟我讲，还没开始上课。还没开始教。这件事是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所做的这个模型，它是真实的可以算出来的。你装的每一盏灯都存在，就是这个意义。好，那你可以看到，在你真绘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平面配3D 配立面配剖面，所以这张图它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思考施工时候的这个状态。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沙发这个沙发是捕捉嘛？那你看沙发完成像这个样子啊，沙发的空间这个关系，然后再看这个餐桌，餐桌的这个照片，注意看看这张跟下一张你看餐桌在这里，对吧？这是我们透过 BIM Model 去切割出来的剖面透视图，然后这个剖面透视图就可以完完整整的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看这张桌子3米长，回到上面再看，这3米长的桌子在这边，有没有一模一样？包括2根杆件，包括这上面的这个垂吊的这个事情，这个骨架，然后刚刚的客厅的沙发，它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整个 BIM 的设计的模型的想法是，它是在辅助我们去把我们的想法落实出来，而不再是个技术。既然我们刚学，那今天我来了，正好，因为才刚开始，你们要记得，你们这学期所学的这堂课，它是可以帮助你们去落实你们的想法，而不单纯只是学一个软体。在大学里面学软体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不好用的。你学那个软体，那你不会拿来应用，你学它干什么？所以今天我刚好来可以跟大家讲什么叫应用这件事情。好，那所以这边稍微小结一下，等一下我就来讲你的作品的一些想法。第一个，你们要知道用 BIM 图作管理去辅助你的施工。第二个，你绘图的时候同时考虑施作的实况。第三个，你的建制模型要去想怎么模拟真实的空间。第四个，你的这个空间建模要融入实际的面积跟经费。然后第五个，专案的材料跟族群资料库，刚跟各位介绍过。最后一个云端组织，也就是说刚刚所说的东西浓缩就这几句话。如果你们今天能够把这几句话记起来，然后去学你们后续的 BIM， 我觉得大概这堂课学起来，你就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学什么。我这边大概简单说一下，在学校的东西的时候，往往都是被老师驱动。我们暂时先假设陈老师不在这里，我要讲一些就是比较跟学校没有关的东西。在学校驱动你们的是考试，驱动你们是成绩，驱动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一堂课得到学分？但如果这件事情它驱动你的不是这个，而是等会我跟各位介绍这个事情，我们在网络上有去做 NFT， 然后有卖，这刚好这张卖掉了，它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可能的收入。也就是说，你在这堂课你可以顺道学起以后怎么做 NFT 的一个模型的技术。各位会觉得比较有效果？老师不在。你们在学校的任何技术都可以拿来在未来应用，所以你们要去想，你们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东西？那在应用上，你才能够拿来做你可能的工作。譬如说，这边有2/3的同学不是建筑系的，你们是别的科系的。以后如果你去买房子，你知道怎么画模型，你是不是可以早点把你的模型3D 给建出来？去检视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问题，它的柱、它的梁有没有状况，检视一下它的排水、它的马桶位置有问题，会不会它的马桶刚好在别人家的什么地方下来坠到你的床头，你可以提前去看到这个事情，就变成说它是你生活中可能可以应用的东西。这堂课要记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去体验到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对你们来讲就会更好用，好吗？好，那我们来开始啊，我们讲第一个作品。好。那这个作品呢，在讲的是一个街巷中的房子。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前期去看到这个房子它剖完的一个剖透。你可以看到每个空间啊，每个内容它都是
被存在的。你可以看到楼梯在什么地方，车停在什么地方，然后人坐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窗户，然后哪边是书柜，哪边楼梯，哪边是厨房，厕所在什么地方。走到楼上去之后，可以看到进到房间里头，这边有个书房、衣柜，然后进到他们的床，然后这边可以从这边看到下面的这个街巷，然后再走到2楼的一半，这边是他的更衣室跟他的厕所，然后走到3楼这边是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小的亲子游戏空间跟厕所，还有另外一个瑜伽室。这样一个剖面空间，它可以用很多软件做出来。问题是，这东西是含有资讯，我们就来看看它真实的状态。那真实的状态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回馈到，比较能够去落实你的想法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年轻夫妇哈，他们大概就35岁、34岁的时候买了这个房子，这个老房子，那他们想说要改造这个空间，变成是他们以后的小孩啊，跟他们的有只猫要来进来住。然后买这个房子之前呢，你可以看到房子很旧，旁边就这么旧，旁边都这么旧，他就买了一个跟差不多右边这边原来一样状态的房子，然后买完要我来改造。我能看到这个房子又窄又深，你看那个巷道，你看这里一台车可以开进来吗？看看这怎么开呀？还真的开得进来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停车在这个房子里头，我就硬是在这个前面挖了一个洞。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这里吗？挖了一个洞，然后让车可以停进来。然后最近他们孩子刚出生，找我设计的时候都还没有怀孕，然后找我设计的时候设计一个猫屋要玩，也还没有养猫，所以现在进来都有了。那你看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好设计，可是我们透过 information 提前去模拟，它可以看到很多可能的东西。所以看到这个房子这样，它在一个街巷当中的巷子里头，很小哦，你看放在这个咖啡色这个地方，然后你看这边进去之后，进去之后在这个位置，然后单向通车之后，另外一台车过不去了，所以如果有人在这边停不进去啊，后面就卡住了，然后或是有人把车停在这门口，大概很难过去。所以这个房子其实它有很多需要克服的东西。那这个用这个模型去提前去研究这个东西，大概怎么进出、宽度，还有它的回转半径，就变得相当重要。好，所以从现在看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哈，你看车子停来之后还不能买太大的车啊，大概4.5米到5米就极限了，再大就不行啊，大概4米左右。然后这个鞋柜进到这个房间里，它的客厅相当的小，所以我们弄了一个小小的 L 型的沙发，可以躺在这边。然后这边在楼梯下面做了一个餐桌，让他们楼梯下面的空间不会浪费。然后进到这里面来之后，去看到这个是整个拉长的那个收纳柜，冰箱在这上面可以收纳哦。它现在190几公分高，这房子楼高才3米不到，然后剩下2.4米、2.5米，都快撞到头，你知道。然后就是空间要特别去拉一个挑空。那本来它的房子在这边有个夹层，把它打掉，让后面这个光洒进来，所以这个自然光就可以从后面洒到这里面来，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房子像被夹在中间。我们再回来看看刚刚这张图，有没有觉得像被夹在房子里头？你看这边是不是有自然光？你会觉得光线洒进来，所以你不觉得这个房子好像被关起来一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走到楼，我们把楼梯转向，把楼梯在这个位置转向之后，走到这边开了一个小窗户，这边开小窗户是干什么呢？这边是让如果他真的有养猫，还没养的话，猫跑来跑去看得到，猫也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它。小孩还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孩走来走去的状态，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有趣的空间。那通过这边再走到楼上去，就是他们的主卧房。那这边就是有个非常大的电视跟这个窗户。那为什么这个窗户做这样的形态呢？这个房子你可以看到外面这里，有没有觉得住在这边有点危险啊？其实也还好，我觉得风险很多也是差不多像这样的状态。老屋嘛，私型的房子。那可是你想要装这种铁窗吗？把自己关在里面不舒服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你就用小的玻璃砖，然后开一个很小的推窗，人大概很难爬进来啊，就是小到只有40公分而已，开窗只能开20公分的缝。你真的要打，才能把玻璃打破。不过打破他就知道了嘛，所以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所以透过这件事去增加它日光的可能性，也增加它可以进出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前期是这样想的。那在 BIM 的图说里头，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模型并没有像我们后续做到这么的完整，因为前期的时候不一定要跟客户讲到这么的，好像在跟他描述故事。我会比较切实际的跟他讲，它的模型空间会产生这样的空间。所以看看刚刚那个照片，其实都跟现实的做起来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初期的时候的房子。那你可以看到外观就像这样子，这里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比较窄的窗户，然后这边有几个这个洞口。那这个洞口来的是什么？他们就说我也不知道要找什么地面。我说那这样好了，
你把你跟你太太的名字去上网找一个 QR code 合成出来给我，然后我用你的 QR code 帮你找出一个方式来。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要仿也仿不来，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怎么转换出来的。反正你们两个知道，你们以后跟孩子讲也知道，你跟邻居讲也知道，反正不会有人模仿你。就算他乱开动，他也不是你家，反正开不可能很像，因为我是 QR code 长出来的。然后最后就选了一个中间这个 QR code， 然后大概就是你看接近嘛接近，就变得独一无二了。我刚跟你说激动感这件事记不记得？这个时候觉得这是我家，我很 proud of 这是我家。那这个案子真的也得到德国的奖项啊，然后师姐有看到这个奖项，然后像最近他在台北有展览，在那个纪念这一展览，那别人就看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耶，我也想要仿看，不过仿出来就不一样，对不对？它就是你家，激动感就是过来的。记得我刚刚说那几个东西那几个东西可以对你们带来一些影响。然后过来你可以看到平面图，不过这就比较硬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动线。如果不是学建筑的看平面图没什么感觉，不过既然你不是本科系的，你以后会不会有机会买房子啊？你爸妈会买房子啊？亲戚买房子啊？你来帮他看他的格局好不好嘛？动线顺不顺嘛？你看我们刚刚说动线的流畅感，打开这个车子停进来之后，旁边可以停一台摩托车或脚踏车，然后鞋柜在这边，这边有一个小窗台，然后开门进去直接看到沙发，然后有个桌子比较大。你们回家哪个人不是把你的包包、把你的钥匙丢在餐桌上？85%都这样，对不对？对，所以你看一进门看到餐桌很合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好累瘫在这里休息。你看我还把这个沙发椅加深变到100公分，我就可以这样盘腿，还是小睡一下，对，不错嘛，合理的动线机能出来了。然后进来这边有些书柜嘛，家里最容易摆书了，为什么摆书？摆一些漫画书啊，摆一些小说啊，反正不是摆一些什么文学小说，随便摆。可是它就是很方便可以让你摆，因为它是开放层板。然后到后面来这边就完全是厨房，厨房开放的，所以在煮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餐桌，在这边拿冰箱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讲话，在这边的时候可以跟对话，所以它是完全流畅的。你看到虽然是走道，可是不浪费。你们大概懂这个事情。然后走到2楼一半，房间就是因为它那么长的房间要分隔出2个空间，它有书房、化妆台啊，然后还有睡房啊。那他们夫妻俩说我喜欢光线，我不想要被关在里头，那我就把它放在外面咯。放在比较外头来，然后书房就在前面，化妆在前面，然后走到2楼半，这边就是他们的更衣室跟他们的厕所，走到3楼这边就是他小孩的空间，跟楼上的一个瑜伽室，跟楼上养乌龟的地方。养乌龟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就真的把乌龟布了个景，然后变乌龟的爬行，他们乌龟养很久。然后你看进来就像这样，入口的这个是楼梯，这边就是楼梯上面的这个小洞，以后他们小朋友刚出生，长大以后真的有可能在那边可以跟他对话，然后。这地方为了脱开让它打个光来，他就感觉不到它是楼梯的下面。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家？如果你们就会做透天的房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透天的房子有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你会看到进去有个很大的斜角，你就明显知道那是楼梯啊。你这边看起来，你会觉得这好像造型不像楼梯，对不对？你会觉得楼梯在这里跟那没关系。这件事情就切化了那个机能的问题。好，那当然还是不免说要讲跟 BIM 的东西。刚刚这张图是怎么样来的？看，再看一次，这张图下面这个细节有没有？这个灯的位置啊，这个开口的位置啊，然后餐桌的这个高度跟餐桌的这个透明空间，还有这个餐桌的尺度跟餐桌的这个 detail， 就是刚刚这张图的延伸。有那张图才能产生出这样的设计空间来，绝对不会凭空生出来。这跟买家具逻辑不相同。买家具就是我买一个漂亮的家具，我直接放在那里，然后彰显我的品味。彰显我的钱财，然后觉得我好像这个有一个很宽敞的空间，要放一个在这边。可是这种空间它需要去做改善的时候，透过这个方法。好，你看这个是书柜，有没有？书柜下面的空间，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上面这边有个小洞，可以看到这边。然后走上去这个地方，像小朋友画画的地方，他可以这边画画。它是磁性留言板，所以你可以以后变成磁铁可以这边吸。那这个东西在图上面也得标啊，你得标出来有这个事情，才能表现出这个内容。所以你看到这地方，我们这边就是讲说，这个空间有哪些事情，沙发怎么做啊，然后这个你的书柜的材料是什么啊，然后你怎么去切割这个空间。我刚刚说了是不是？一个模型建完之后，你破千百刀，它都可以看出你要的事情。所以你们模型要好好的建。跟陈老师学 BIM 的时候，不要只学个壳啊，你要学里面的精华，这样这个模型你做出来就真的可以拿来用。好，所以看到刚刚我说那几个东西，你看有人走过去可以看他的脚啊，然后你看这波小朋友当 model 就可以看到那小朋友在玩。不过这其实是我做假的，我在那边前面跟他嗨啊，他们嗨，不然下面他不会这么对我笑的。这就是一个空间感的事情，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有活力。
它是有被创造出空间的那种可能性来。然后这厨房，我们为了让厨房不要太暗，拉了一个天光，所以天花板会洒光下来，这厨房就变得不像被关在里头。那厨房你看天花板的这个采光口，从这边打光下来，刚刚这个地方就是厨房的位置嘛，你们对得起来吗？你看这个有个 3D 去对 3D 的这个洗手台，然后这个瓦斯炉对一下，你看瓦斯炉跟洗手台有没有？我们常你们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人家说，什么 before after 有没有？然后一个什么模型，然后变到真实的状况。我觉得其实 before 的还不如我们直接把真实的东西切出来更有效果，对不对？虽然你可能要花点时间看，可是你会知道这做得出来，不是只是 3D。所以画 BIM 记得不是 3D 而已，你要让它可以落实才有效果。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在为了要做这个开窗，这个窗户其实蛮大一个，我们为了让它对线对得对齐，然后让光线可以侧光洒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特别画了一个斜线，所以它其实是剖一个斜线，然后从光线从侧面洒下来。这其实经过很多的细部设计去把这件事做到看起来很正常。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线这么对齐，其实是它有特别去处理这个事情。好，所以你看放大就是看这个地方嘛，这个窗户其实它是有斜光的，也就是说，你从外面看见能看到一个光口，好像不是窗户，可是有光，所以空间就不会那么暗，就像这样子。好，那 BIM 还可以做下一个事，就是可以把房子拆解出来。你可以把你所有装修的东西拆出来看，拆出来看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你可以拿出来看，你这个装修大概多少费用？那你们学的 Revit 或者学的其他东西，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标出来说，我要做这个还是不要做这个，或者是要不要换成家具，可以早点拿来讨论。你们很快就进入课程，你们应该是会先学一个模型，对不对？一个房子，还是会先学一个小空间？知道吗？你们先学小空间，还是先学一个建筑？你先给他们操作指令，操作指令是吧？你们可能会看到它基本的样板是一个3型的房子，你们可以去剖看，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可以把东西炸开，打出那些东西。这个会画，他会画一个3、4层。OK， 那差不多是小房子。OK， 好，那我们来看2楼，你看2楼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洞口，这个光口打开之后，它的 model 像这样子，前面的关系在这边，然后这个地方是后面，所以每个都标清楚，包括它这个滴水板都要把它标出来。是真实存在的。来，我先暂停一下，各位听这个好像第一次听，先跟各位讲，这个东西我也在一般的这种民众也讲过，大概100-200个人也讲过，所以这个应该你们是听得懂。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今天要自己家里要改造，或是你要买个房子，你们会想要找直接给你画3D 假的图说，还是想要找有帮你好好画图的人？来，第一个的举手，第二个也太好了，所以你们要好好学 ，OK。你们要醒过来哈，我怕你们等下睡着，应该是不会的。好，所以你看夜景的时候，我跟各位讲很有趣哦。夜景是这样子哦，我们记得那天摄影的时候，有个阿桑，就是他穿的就是一个阿伯啦，他就过来这边开个脚拍照，这做水耶，是什么处？阿比听吗？我说摄影师跟他说不是啦，这是人家的住家。我做水耶，我这条路我俩在整个做水耶，这条街都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房子。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机动感在这边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空间，我不是在为想说，如果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去伤害别人的这个事情啊，我并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很 shiny 的外观啊，我也没有给它做成反射啊，我们做一个低调的颜色，但是我让自然光打出来，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效果。所以到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想要跟各位讲的一个空间啊。那我这边有个小影片，我切过来给你们多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过之后，各位再看一次就比较感觉，就比较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你从头到尾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去管理出来。我有点信心跟各位讲啊，就是说，多数会用 BIM 画图的人，通常会把技术放在比较前头。
而我其实是把技术放在比较后的，也就是说，技术对我来说是基本值，你本来就该会，但你图要画出来是好看的，你图要模型做出来要漂亮，而且你空间要设计它好用。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自然的韵律感就是自然的事情是你本来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好，那是最基本的及格分数啊。可是现在用 BIM 的很多房间会把技术拉得很上，那对我们来说变成是一个门槛，就是我又不需要那么大的技术，可事实上就是要有技术才能把事情做好，不是吗？好，所以每个空间都有每个空间的事情，其实有些图我们刚刚不会完全讲到。所以这样子在讲这整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比较完善，然后它也可以比较能够去谈出我们要谈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作品。下一个作品是一个办公大楼，你可以看到这个办公大楼，它其实就是旁边跟旁边一样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很老的房子，也是40几年的老房子。我们很爱做老屋翻修，很辛苦，一做都是1、2年，比盖栋房子还麻烦。因为你要解决所有的管线，你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一个老房子被翻新之后，会很感动，你会觉得它重生了，它没有被炸掉，它没有被打掉重来，它重生了。所以这条路这在高雄的一个案子，这条路这个办公室完成之后，每个人经过都会说，你把这条街亮起来了，对吧？这个是一个蛮宽的道路，这个其实有20米宽，你看那个是4线车道。然后才可以停车，它蛮宽的。那虽然他们夜景不太开灯，可是白天的时候看就蛮明显。那原来这个房子它在前期是被塞得满满的，前面都关起来。那我们这边就是做了一个事情，把它给打开它的空间，让它有阳台可以说。那刚好在高雄发生一个事件，就是有一对医生夫妇在家里火烧了，被关在里头，没有阳台，就活活烧死，包括孩子烧死。然后那个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引荐，就是说，其实你要阳台才能逃生嘛。没有阳台不能逃生，那当然你要呼吸啊！你站在房子里头，你不能去呼吸，光线进来是直射，你就想关窗帘，像你这边这样一样。你如果今天有个阳台，光线进来是不会直接射进来的，你就不需要拉这个了。所以阳台有它的美感是在。那这个屋主他其实是西班牙，在台湾的西班牙生活的人，然后他有一些美国跟西班牙的一些想法，所以你看他房子看起来会比较 elegant。我们在外面做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混凝土构造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它会比较有建筑的一些味道。来看白天是很干净，做比较白色民主，啊，它就是一个相对之下，我还是在做一件事情，不是说我还做白，不过你看旁边是白的瓷砖嘛，那你这样跟它呼应比较没有问题啊。旁边看还有牛肉面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让它变成是我在告诉他说你不要跟我在一起，而是我跟他融合在一起，所以我退缩进去到跟他同在一起的关系。你看这个直线跟他退缩就有关系，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开头。那你可以看到办公室有办公室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机能的事情，你必须要把柜子做好。所以旁边这个柜子啊，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墙哦，因为这个其实是柜子，整个柜子，他会觉得是好像是柜子，好像是墙。事实上它是可以打开的，全部都收纳。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机能这件事情？机能这件事情其实相当重要。各位，如果你们现在屏幕看起来会累，你们真的可以点上那个直播看一下，自己看得到画面。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去看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探索这个可能性，然后进到里面去楼梯去看，到楼上，到2楼，你可以看到这个窗户其实是有开不同的位置的，让光可以进来。所以看办公室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空间，一个简单的3D 对这个3D 的透视图，然后把我们要 care 的这些细节把它画出来，然后把空间的剖面剖出来。所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看到它可以早前去被模拟出这样的空间的可能性。然后窗户的这个 detail。我们剖出一些不同的大样图说来去讲怎么样去做滴水线啊，怎么样把这个弧形的角材料怎么做好，然后平面图去带各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空间，进来之后挡墙，然后走到后面的这个厕所、储藏间、楼梯到2楼之后，这边是一个吧台跟会客空间，然后办公室，然后3楼就是主要的大开放桌，等一下这边会比较精彩一点，这边是一个高的跳空空间。那楼梯地方我们特别把楼梯的这个扶手做出一个玻璃感的做法，然后把光打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楼梯的扶手下面是打光的。然后到楼上去，因为它旁边种了一个很大的树，那个基地啊已经有40年都没有人住了，可是屋主也不卖，然后一棵树就自己长得很茂盛，我觉得这个基地的景就很漂亮，就开一个大窗去面对它。
所以可以看到到下一张看这个挑高的空间，就看到一个大树在这里。再次跟各位讲一下，你看这个空间并没有感觉被关在里头，对吧？觉得它是看到外面，所以这个窗户啊，这个关系的光线啊，还有上面的挑空，它是有关系的。然后看到这个棚就可以看到，你看我们刚刚说了，这又是一个剖面透视图。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办公桌，然后走到椅子到2楼，然后看到这个空间，然后再走到3楼看到这个空间，包括挑高的这个地方，把它打开之后挑高的地方，然后走到楼上去，楼上有露台。进到这个地方就是看到这个位置，把它往上挑高，然后看到上面这个底部。从楼上看过去，从楼下看下去，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楼上跟楼下做一些互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窗户啊，然后它的材料组合细节，然后上面这个光口，然后还有它这个地方的一些材料的可能性。透过这边就可以看到1楼、2楼、3楼、4楼这个组合的模型。好，那我们看一下夜间这个地方哈，你看这夜间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特殊去灌模灌出来，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混凝土灌出来的这个梗。那我们就在外观做了一些模型去模拟，然后去做打孔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件事提前模拟，然后把它做出来。好，我们有个影片，也都再看一下。太暗了。办公室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跟教室也没什么两样，就是它是你工作的空间嘛，所以它看起来就比较素雅干净一点。它要保持一个平整，就是我们在开窗的时候会保持一个平整，然后会把窗户开在一个比较对的位置，然后让空调可以藏在天花板上。基本上看这个东西，看这个天花板，这个是比较学校型天花板，这种是吊式天花板，它的做法不太相同。但是讲一下，其实 BIM model 它就可以做这个动作，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费力啊，你只是把那个模型贴上去。可是这样做啊，你可以让服务组快速理解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空间怎么样去讨论。他们所有的人都很喜欢这个跳框的东西，走到3楼去觉得脚很酸，然后看到这个就会停止。走到3楼脚会酸。好，再来继续。好，那第3个案子来讲一下一个最近在室内杂志有刊登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儿童游戏空间。那这个空间呢，这个我先跟各位讲一下，你们还离有点远啊。不过这个如果你有侄子的或者是子女的，你要带他去玩，你就会苦思要带他去哪里玩，只能带他去百货公司晃啊，带他去图书馆塞啊。这地方大概有点像是在救大人的空间，就是说楼上有那种穿着那种爱丽丝服的姐姐陪着小朋友玩，你把小朋友丢给他，你就可以旁边那边有一个鸟笼窝在里面滑手机看着书。大概出来你看他在这样子，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头这边就有个兔子，有看到兔子眼睛跟鼻子吗？然后兔子耳朵，有看到吗？兔子的耳朵跟2个粉红色的眼睛跟鼻子，这有没有看出来？然后这个兔子的身体，你知道吗？兔子的身体。就是这个空间，其实它在有限度的去不要做成有点像是嘉义的那个玻璃鞋那种很明显的造型给你看。我们在用隐喻的角度跟你讲，就像你在写一首诗一样，或者写一句话，你不会明确的跟他讲你很漂亮或是你很丑，你会跟他讲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你跟他讲说你今天看起来特别耀眼，你不会讲说你很漂亮很丑，就有点像隐喻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所以不会马上看到，可是看到之后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平面图的转换成3D。所以你看打光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效果，你看眼睛亮起来了，兔子在看你，因为这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嘛，邀你进来玩。好，那当然在做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回归到真实的状况。画这样的图好像不难，其实画这样的图是要花点体力的，你要把立面图想好，把位置标好，尺寸要标对，
然后里面材料是什么东西，火面火出来什么一回事，然后后面光怎么打，排水怎么排，不然外面排水会把它弄得整坏掉。然后天花板的平面怎么做，然后骨架 3D 怎么处理，想清楚，它才能被落实。好，那进到里头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有趣的空间，就是好像有个网子，上面小朋友玩，是真的可以玩，这可以承受一些空间。大人小孩都窝在这里，所以你这么看到他的屁股怎么玩的，会觉得好像有些事要讲。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高雄的莲池潭，它就是在潭旁边的空间，它是一个政府的地，然后租给人家做这个经营的空间，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个自然的空间的地方。然后这边因为我们在讲爱丽丝梦游仙境，它需要城堡嘛，所以我们就因为空间不大，我们就透过一个弧形的空间去让它自然产生一个像圆形的城堡的事情，然后里面做一些有色的贴纸，让它光线洒进去变成有色的东西掉出来。然后进去之后，这边中间这个有洒水的地方，小朋友或是大人可以做烹饪，烹饪到一半水洒下来，是吧？就是说里面它可以做喷画，你知道吗？小朋友可以画的墙都是，然后洒水就把身体洗干净。然后后面是真的有这个厨房的空间可以做烹饪的教室，这其实是一个教室，它的目标其实不是给人家玩的，这跟你们看到空间不同，他们是想要培养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们，他有第二个另外一种生活的这个专长或者生活的一些情绪。里面还有空中瑜伽，来给各位看，空中瑜伽教室、爬杆教室、脚踏车教室，然后还有小足球教室，然后烹饪教室、花艺教室都可以在那完成，它就是空间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有个无边际游泳池，所以看这边有个无边际游泳池，蛮漂亮的，就这个地方，你看它这边有个无边际游泳池，我还特地做了一个镜面让它去延伸这个水到上面的一个关系，所以看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从这边莲池潭外头，外面有个滑水道空间，然后这边是跟外面连接在一起，像这样，无边际游泳池其实蛮漂亮，它是高雄应该说全台湾好像少数唯一一个无边际儿童游泳池，而且温水的。所以这个地方12岁以下都可以玩，那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来玩，它变成是一个可以把外面的景带进来的空间。再讲一下我们刚刚开始讲那个几个主轴啊，我们如何把空间的这种感觉带进来。你看第三个作品都还是在讲这个事情，如何把作品跟环境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是住在那边。虽然你们不一定建筑系的，也不是很 care 这个事，但你会想要买到把自己关起来的房子吗？对，不会嘛。所以你们听了这个东西，至少知道以后我要买房子，我要找空间，我要租空间，我一定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找到一个比较能够跟外界连在的空间，对不对？所以这张空间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好，你看小朋友在那边游泳的时候，他感觉好像跟外面的湖接在一起啊，这类姿态，所以它蛮漂亮的，可以感觉到另外一种空间。然后天花板做了这个镜子，还特别倾斜的一个角度，试着要把外面的空间拉更多进来，让它变成另外一个上下都可以看到它的湖景的效果。然后这边这一块亚克力玻璃60万台币，就这样一小块，它很厚啊，然后它是可以在那边直接看到这个里面的小朋友在游泳的状态，所以这个空间就带出了很多可能的互动性。然后从里面走进来之后，就是刚刚说的楼梯啦，你看楼梯走上去这边会有一个小的空间，看到这个光线会自然洒进来，然后会有不同的引它走上去，然后这个溜滑梯，所以有这个溜滑梯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从这边溜下去。然后走到楼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空间，就是我刚刚不是说爸妈要把孩子丢包给他的小姐姐的时候，或是你的侄子被丢出去，你会有点心动，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设计一个小洞，你走过去，然后你看得到他，看不到你，他在那边玩，你看得到他，他看不到你，所以你会觉得我丢过去，我还是有看他一下。然后等一下到那个开阔的地方之后，到这边之后，忽然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有电视让你看，你没有忘记他，你只是坐在那边看他玩而已。然后你看2楼这边有个鸟笼，可以坐在那边看自己的书啊，看自己的手机，然后可以看到小朋友玩，还可以看到别人游泳。然后附带一提哈，这边有男生嘛哈，旁边因为有这个滑水道，所以都有泳装拉面，好多爸爸喜欢坐在那边一直往旁边看，我都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你知道吗？妈妈在旁边还偷看，反正他就有个福利在那边啊。那这边就是很多人会坐在这边，爸爸妈妈就是坐在那边可以吃，它有开放式的也有小的，所以你看下面还贴心的设计了插座啦，可以插电，玩平板啊，玩手机都可以用。然后到小孩玩的地方，我们特地设了一个比较无感的空间，就是小朋友的脚啊，它是透过自然的物理去做斜的，所以他会有点让溜滑梯下来去玩。这是我大儿子啊，所以他蛮常去玩的，蛮常带他去玩这个空间。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水网，可以从楼上爬到楼下去。然后这边我特意给他们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三层的这个自动的平衡板，
可以踩来踩去平衡板。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它可以用木做的空间，然后用软垫踩的时候有点不平衡，可是它可以培养出无感的体验空间。然后这边很低的空间做了一个小朋友的书的空间，这个洞穴大家跑来跑去，像这样。这个可能离你们有点远，不过我觉得你们看过这个，以后有机会去看百货公司啊，或是看哪个游乐场，看看别人怎么做设计，你会想说，如果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体验？不是在一堆球啊，或是在一堆什么这个游艺场，那个其实都很大声很吵，这就不太有这个问题。啊，这边我还特地设计了一个像是草坡的地方，让小朋友看书。啊，空间在这个地方。你看小朋友在那跑就会变得很开心了，他不用再被那么多的嘈杂的游戏挡住，他也不会专门一直看 iPad。我相信你们都看过哈，你们在，比如说如果有台北人或高雄人或台中现在捷运有在做了嘛，你们去看到有些时候爸爸妈妈会把小孩丢着看在手机那边，你会觉得其实你现在你也天天用手机没有错啦，但你看到那么小的孩子就在看手机，然后爸爸不理他，你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啊。你看到那种画面再回来看，他可以在那自由的跑。这是很棒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做，我对你们来说算是年长了10几岁了，但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是这个社会开始要往这个青壮年走的这一段，我们希望为社会做点事情，所以就会希望可以把这件事做出来。然后这边是3D 曲面地板啊，小朋友在比较小的小朋友这边爬的时候，感觉到地板是不一样。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洞，有没有？你看这是我儿子看得到我，他知道我这设计的是干的，可一般小孩不知道这边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所以他就会不知道要伸手进去，但他知道，因为他是我孩子，他知道能玩。好，这是这个位置。然后这是我刚刚说的进来三角形的位置，你看进来它就可以中间可以下去看到这个位置，然后下面可以跟上面互动。好，那就是大概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最后这个画面啊，然后到这里。那我们看一下，我有为他做个影片。等会，我给各位看一下，还没有开始施工之前的画面，这是3D 的动画。这当时还没有刚开始做的时候的动画，也是直接用 Revit 直接转成那个 Inkscape 就直接做出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走到空间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然后那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连盘。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垂钓的网，钓下来可以玩。因为照片不会那么多张，所以用这个动画可以看到更多的画面。洗手台啊，进到这个空间里要去洗那个游泳池的作业，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跳水的位置。然后进到里面会看到那个大概是在哪里，可以看到外面。然后这个是可以为小朋友设计高低的洗手台。这方就是爬杆是吧？这个是爬杆的空间，然后可以这边爬来爬去。我还设计了一个角度，可以让它爬到看到场景。不过要爬到那边真的有点困难，好像只有大人做的。但就是你会吸引他去爬那个。然后这边就溜滑梯。溜上爬上去溜下，爬上去溜下来。你们这堂课如果能够完成做一个影片，就会觉得值回票价，对，以后可以做自己的动画。然后头上有光挡，然后进去之后看到这个垂直的网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有个高度可以画。我们看完这个，等一下看一下真实的，去对照一下，其实真的都差不多，看大一点。然后进到里面，我就走到去拍，然后走到这场景，然后再跑。用动画可以控制各种其他的艺术。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爸妈坐在那里，这小朋友都喜欢破门而入哦。你为什么坐在那不理我？他其实也不会这样，人家姐姐会挡住他。
后这2个电视就是拿来看小朋友的位置，它可以24小时看着小朋友的位置。我们那时候还在施工的时候，我的儿子就一直跟我说我要看这个影片，我以后要去玩。所以他们也透过这个影片就成功募集到前100个会员，一天内好像才半天就把它卖完了。它是会员制，会员制，他算是蛮用心在经营这个教学的一个空间。好，它算幼稚园，也不是幼稚园，它其实就是一个教学空间，托儿所教学空间。这是真实的画面。对，那个是那个老板娘，真的、哎，老板娘，那是他儿子啊。真实画面就是他真的有这个悬吊的，我们刚刚大家有看到一些画面，不会全放。那这一期还在刊，还没有室内杂志还在刊，你们如果去书店可以翻出来，里面还有在刊这一有6页还7页吧。然后走到楼上去，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位置。从楼上楼下去看的时候会有出现，那个小朋友会看他爸爸妈妈。这个地方你看到那个山哦，里面是岩岩，所以他是刻意去做出小朋友的角度看到山的效果。然后这是平衡板，就是从下面往上爬那个网，所以你看楼上爬下来，楼下爬上去。OK， 想他等一下会继续讲。好。然后我们来看室内的空间吧。我们在做室内跟做建筑最大的不同是，我会把建筑当室内做，而把室内当建筑做。你看哦，这个是在台北罗斯福路的一个房子，这边有台北人吗？台北人一个，真的假的？都没有台北人吗？然后我真心跟你们，我要跟你们讲，我要知道有没有台北人，因为台北人、台中人、高雄人对房子的观念不一样。台北的房子40坪就要可能3、4千万，台中的房子现在40坪大概加1500万，高雄的房子现在40坪大概还在落1200万，屏东的房子40坪大概可以落在800万，所以它有落差，所以同样的空间在不同地方被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说的坪数大家可能不一定有概念，不过这房才20坪而已，你们觉得那么小吗？20坪而已，20坪的挑空间。台北的房子都很小，因为它这一户就3000多万、4000万，然后装潢也要花600、700万。问题是20坪要做出看起来不像20坪空间，是在室内设计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房子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如何把很小的空间看起来变大。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屋主他其实是南投竹山的人，他其实一直有乡村的记忆。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乡村的记忆带过来，可是又不要看起来这么的回到阿嬷家，这没有像阿嬷家嘛，对不对？不像嘛，因为这个作品也被国外很多人看了，你看得那么多奖啊，全世界都看到了，看到都很喜欢啊，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想事情？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开头是讲，因为山形的屋子跟山形的这种木头，它其实是我们传统回到阿嬷家看到的材料，但是形式不相同。旁边的这种砖头也是小时候看到的这种砖头，或者说把漆成白色就感觉不同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发展。那他的房子就是在罗斯福路的这个一个几栋大楼里头的1楼的挑空空间，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小公园。你看它这么大，不大哎，你拿个人的比例看，一个人在这边，这空间就这么大而已，并不大。大概我觉得它就跟这个教室小一点还小一点，然后挑高一点的，也就稍微小一点，就这么小的空间，然后进去要容纳出它所有东西。所以你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说的机能的问题啊。你看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的柜子，把它收纳进来之后，你开了门才进到厕所，
所以你不觉得这边有个厕所挡在那里？不然一般呢，我们就看它的厕所在什么地方，然后楼梯被我藏起来，所以你看不到楼梯的位置，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整面的墙。然后进到这个房间也被挡起来了，你看不到房间的门在什么地方，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干净的空间。我们来看一样，再来看那个蓬托图，看到它剖出来就是看到空间在这边，这是个很高的窗户，然后走到这边这个是房间的门片，然后这边有个楼梯下的一个读书空间，楼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挑高空间，全部就只有3.6米，扣掉290公分，再扣掉一个这个楼板空间，楼上高度只剩180公分，你基本上在那时候头都快撞到了，所以在中间真的要做一个楼梯并不容易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当时在模拟的时候也一样，给它一个模拟空间有没有？然后平面图要去好好把这个所有事情画出来，然后才会出现像这样的可能性。你看到这边有个门，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楼梯门，一个平整的面，透过我们的图说跟这个 BIM 的模面期间讨论，它其实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比较快速的切分，然后它看起来既有结构又有关系。然后你刚刚看到这边不是有收纳柜吗？这是厕所门嘛，所以本来是关起来，看起来像是一道墙，打开来之后全部都收纳，而且有门片。我跟你们讲那么多收纳的事情其实是室内设计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然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回去宿舍住啊，你们东西丢在哪里？开放柜对不对？然后墙壁上钉了一些钉子挂在上面，对不对？然后床上可能床边还有一堆书啊，然后你在学校的电脑放在桌上，然后饮料跟你的东西放在旁边一堆，就它没有收纳，没有收纳的空间，其实就不会造成一个空间好的使用。所以收纳我们会常常在室内设计常讲到。所以看刚刚我说的这个拉门跟开门的位置，这个门片的位置就有它的一些关系。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边去提前看一看，刚刚这个门片的第一块、第二块打开，你们就是否门。好，那除了刚刚说的，你看这个3D 电脑透视图，这是我们在讲的另外一个你们可能注意听啊。如果你们真的以后，我觉得时间快到了 ，NFT 市场其实在台湾也很火热，只是还没有像雅虎他们这么的明显。那以后你就会想说，你要怎么进军到这个元宇宙市场？叫你去画一个模型，你要看得懂，你画出这种 model 来啊，对不对？你们真的学得到只是你们有没有那个第一桶金？因为随便的房产要几百万台币啦，并不少钱。但是就是如果你能进去，你可以买一块地，你可以盖自己的房子，因为你买块地，你可以随心随便干你要做的事情，那就可以盖你的自己的房子在里头。好，那这个 model 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门口进来，你看厕所的门被关在里头嘛，看不到。然后这边就是楼梯的门的位置在这边，然后这边是房间的门的位置，然后后面的厨房。所以很小很小，可是看起来很大。好，就像这里，还是看不出来20平嘛蛮大的，对不对？挑高的关系，事实上也没有很高，就是我们尽量蹲地去拍照。我看到有些人累到睡着，我觉得合理。只是我今天我来演讲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专门在教书的人，我也不是专门在演讲的人，我其实比较像是真的在实务界在努力工作，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好房子的人。那所以说，我来这边分享，看到你们年轻的人或者年轻刚学到东西的人，我希望把你们这些年可能要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缩短一些，他在我肩膀上看到一些事情。我有在学校教过一些书，但是我后来太忙了，都是比较常在演讲的状态。我有时候会去室内设计系啊、建筑系啊，像我们在高雄大东也有演讲过，大东文化中心也是300个人演讲，我用这种演讲，我讲的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比较亲近一点。我会希望学生可以透过这件事情，早点去体会到真实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学校的东西。所以很累的人没听到也无妨，我不会太在意。可是如果还行的人，你们可以听听看一些东西，等一下可以跟我讨论。我很乐意跟你们回答。我大你们没有很多岁，我算是很年轻的建筑师。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 BIM 跳掉好了，但可能不太有兴趣，但你们以后都碰到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就是透光过去的状况之后，会让你感觉那边不是那么的窄，因为你要挡怪墙在那边，就会感觉看不到了嘛，就会挡住了，效果就不好。那你看这地方我们当时做的这个火炉啊，然后他们叫养鸟，知道养鹦鹉啊，他就真的把它点火了，鹦鹉过去差点烧到羽毛。他说不准给我养，不准给我放火炉，我说没关系，能种植栽嘛，不放，开心就好。他当时跟我说他喜欢火炉，很漂亮，给我差点烧到他娘。
他养那个鹦鹉很贵，你知道吗？鹦鹉都可以活好几十岁那种。好，那你看，这个就是他的书房，很大一块桌板，然后这边有个很小的一个小窗户，就是楼梯下的空间。你看，坐在这边好像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树景，又可以在那边看他的书，还蛮惬意的。然后这个房子他当时跟我说，叫我好好设计，他要住啊。就设计完之后又给他儿子，他很有钱，你知道吗？我帮他设计了3栋房，3间房子啊。几个儿子？他有4个儿子，还有一个就是双胞胎，很有钱的一个大股神，就是一年操作好几十亿那种，很有钱。本来这房子是转第1间就买下去了，然后我还没有设计，就设计费全部给你，反正给我设计到好就对了，设计不好就找你试问。然后他就后来给他小儿子，然后也要结婚，就是这种空间最后也不是给他住，好险我没有设计的很老人，不然我就完蛋了，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因为这个东西老人在用了嘛，你看榻榻米，你叫年轻人说想让我睡得下去呢？我也蛮好奇，后来他这个地方怎么放到床垫，你知道吗？这睡那个，哎呀，这是怎么生孩子呢？我就这地方实在是太硬了。所以说这里应该是要被改善的。如果说不是他住，我就帮他自己好好设计床垫嘛。设计这么硬的，还日本做的榻榻米，难不成要打坐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比较 care 的是2，你看我们让厕所的污气调进来，因为厕所会有味道，会有湿气，不要让它进来，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跟它连贯的。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其他都还可以。那你看榻榻米的空间在图上面也是很简单的表达嘛，3D， 然后空间剖透，然后看到这个门的位置怎么被关起来。好，我这边有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就是比较在讲那个意境啊。打开一个门，然后进到里头，看到另外一个，所以在现场看到的是这种感觉。这个有一段影片，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能看到另外一边，然后你不会觉得感觉封在里头。收纳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然家里做了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回到家东西乱摆就蛮难看的，所以收纳空间都要很充足。然后我说还有养鸟嘛，那个本来就是要给它它的鸟去站的，然后后来我觉得那个斜杆，那鸟很重会站断，我把它拔掉。本来有几根那个插枝啊，我觉得那个应该站就倒了，就把它拿掉了。这个就是他自己买的，完全没有办法预期，买了一个非常独立的椅子，那也无妨，反正我觉得也蛮搭我的那个意境。所以我刚刚说榻榻米跟它会很小庭院，它后面就是它自己的庭院在外头，有露台，漂亮，自己种些花，然后把门关起来，打开一下厕所。然后楼梯打开之后，可以给它做成黑色。因为楼上给谁睡觉？我本来以为他老了之后，他小朋友来找他，他儿子会来找他，就给他设计一个楼上比较年轻的空间啊。结果他后来也没有来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作品。这个是一个医生的家，一个心脏科医师跟一个精神科医师的家。然后精神科医师那个不干，他跑去做糕点、做蛋糕，做超漂亮。然后他因为他其实他们超有钱啊，所以那个糕点师傅做一颗卖1500块，比别人贵对不对？给他成本要2500块，做一颗亏一颗，你知道吗？做1年不干，我不做了，我现在只免费做给我的亲友做，而且我还拿到好几颗，你知道吗？因为我帮他设计房子，后来连续得奖，你看也是得了好几个奖嘛。那我们就因为他们很喜欢去日本。他们2个夫妻没有结婚，就结婚之后没有生孩子，所以1年他只要放假就往日本跑。现在疫情都不能跑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好险当时你有帮我设计一个看起来像日本的房子，那个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我们原来，他们原来房子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房子，
然后中间我给他设计了很大的空间，到底给我留那么大的空间干什么？找到方法，疫情的时候架了一个网子，他们打羽毛球，你知道吗？就蛮好玩。等一下给你们看，我们那个官网上也有发表过这个东西，很好玩。那这个其实就是糕点日行的木屋之家。当时在想的时候是说，他客人来就是拿蛋糕，会在这非常漂亮的长桌上面可以去展示他的蛋糕，然后卖出来，每卖一个作品。他做的蛋糕真的超级漂亮，就是也很好吃哦，因为他用的是真材实料的东西。然后这边这个蛋糕柜是我亲自给他设计，然后用木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其实它的空间都是实际打造的。那它就是在一个大楼的顶楼。那这个案子在日本得奖的时候，它有一个评语是说，这案子的有趣之处就是在一个高楼里却看不出来位于高楼，看起来像是位于乡下的一个漂亮的现代住宅。那就是我们在营造空间的感觉。我刚刚说了，我把室内当建筑做，对不对？把建筑当室内做，是不一样的反差。那你看到它的空间这么大，这空间比较大，这大概有60-70平，它其实是2户打通了。所以你看中间不留了很大块一个空间吗？他们就这样打羽毛球的。他本来要打桌球，桌球那个桌子不好收，羽毛球比较简单，2个拉起来就可以打了。楼高还不错，他们不要打太高脚，他拿天板打下来而已，就那个人就输这样。然后进来之后，这边有个龙猫柜，龙猫柜是什么呢？它有上千只龙猫，好几百只的托米卡的那个小车，好几百只的赖的熊大跟猪大，然后要我塞到这空间。等一下你们看到我怎么做这些事情，我为了把它的东西藏起来，不要看起来这么的凸显，所以我做了一些背光柜给他做，等一下可以看到这个事情。那这边是入口哦。当时他们2个刚找我设计的时候跟我说，其实我很喜欢植物在家里。那个精神科医师很喜欢植物在家里，很合理嘛？精神科医师要看到这个植物才会好。心脏科医师说，我不要家里有虫。然后跟我讲说，我们不做了。隔2个礼拜跟我说，我们要做了，我们和好了。你帮我找一个家里可以有植物，可以看到绿植栽，可是又不会有虫的方法。我要现在洗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说，刚刚好，它这个房子很好玩，它房子有做一个这种小小的假阳台，可是它其实可以出去哦，就出去浇水的。这边就有个假阳台可以出去，然后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它是窗可以常开的，然后我就把这边封起来，让它光线跟空气进得来，它就可以在那边种。然后我找了高雄很有名的 Dance Flower 去做一个所谓的水跟植物，就是你不用有土的，不用土比较不会有虫嘛，对不对？合理嘛，水根比较不会有虫，不然鱼缸都是虫啊，就水根比较不会有虫，就是用滴的。所以就做成功这个，刚刚看到这画面，它这是滴灌植物，所以这真的哦，不是假的哦，这真的植物。然后它是在这个玻璃盒里面长得出来的，所以这是玻璃盒里头嘛，所以我们这叫绿朗木居嘛，就看得到这绿朗，这绿朗超级重要，因为没有这个案子，没有这东西，这个案子不会成的，因为2个就是要这个东西才让我设计。然后我要绞尽脑汁把，因为他们2个是看电视的人，所以我还要把投影幕藏在这边，让投影幕在这边，所以它可以投影幕降下来。看到投影幕，然后白天晚上可以看到很大的电视，然后2个会睡在沙发，你知道吗？所以沙发要伸100公分，伸100公分的可以他们睡觉，因为2个睡觉时间不一样，一个是半夜4点才睡，一个是早上6点就要上班，所以时间错开。所以我这边提到一个事情，我刚刚说机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没有在听的人，我跟你们说，以后你们自己要做房子的时候，你找设计师，你要跟他讲好你的机能啊，你不讲，他给你照样品给你设计。买回来不好用的空间不好使用，那没有效果，所以这个蛮值得大家参考。那你看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你看植栽草在这个地方，水滴灌下来，然后从这边滴水有泄水坡度，然后再滴到这个下面去，然后前面这边会有个投影幕的位置。好，那空间就这样走的，你看到这边进去到餐桌，然后到厨房，然后这是开放空间，然后这边到客厅，这边就是刚刚说的绿廊，然后这个书房。然后左房很大，他把2间厕所打成1间厕所，里面厕所超级大间，还有个日本台湾快木的桶，这桶就20万一个桶，台湾快木很贵，很香，整间房都快木香气。你可以看到这刚刚我们看过的角度了，你看这就是客厅的位置，你看这里我们特地做了这些木板，然后做垂直的这个玻璃，让光线透进来，所以这个光线就洒到里面去，然后看到空间内外的关系。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做了框景，让它去框住，他们在顶楼嘛，所以 view 很好，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城市。他们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海景，也可以看到山景，是很漂亮的空间。然后这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深100公分的大沙发，
他们很喜欢在那睡觉，然后投影机这边降下来就会看投影，然后这边有个反降式的投影机，然后这边就重点来了，我刚刚不是说很多小收纳品嘛？你看，透过我的巧手让这些东西不见了，在中间，他们在聊天，中间很多手声音。我以为他们问我问题，就中间这边会有这个背光打完之后啊，那个装饰品就不见了，所以就算它摆满，也只看到一堆黑黑的东西而已。这个时候我就不担心它的龙猫的颜色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背光嘛，全部都是黑的。他跟我说这些事情摆这干什么？我说就让你不要全部摆满了，有些时候换一成这样才叫展示品，你展示品放满了就没有展示品的效果了。所以它当然后来摆比较多了，可是也没有像这么少，但效果都还不错。这是洞这边看它的深度，它是有深度的，然后后面要打光，它能出现整个背光的效果。然后这是刚刚的木桌这个下面你看用了2块长玻璃，这是厚玻璃去撑住这个木头，让它这个桌子看起来像是悬吊起来。但事实上这2根悬吊不是没有作用，它只是束制它不要晃动太大力，所以它就会有这种像是在日本吊座的装饰法。然后这个椅子是特别去定做的，斜度要一样，看起来才会有连续的效果。这是刚刚我们做的这个样板，桌子，然后中间的这个板子还有这个椅子的关系。好，这刚刚各位看过的那个图片，所以那个画面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延续到这边来。然后看到他房间因为他们超爱日本嘛，所以看整个都是块木，美国块木，然后延伸出外面的景色，所以他可以看到外面跟里面是连接器。我无法控制外面这些像草的这种栏杆，那是建筑外观。不过我觉得其实搭起来不难看。房间的3D， 你们这堂课结束之后，你们如果对瑞瑞哲的一些画图有兴趣，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免费教大家可以去看怎么画这些图说。那其实这个图都很简单，可以画出来，可以上去观赏一下，都有教学。那今天我到这边来，我有特别想要给这堂课的同学一个安藤忠雄的建筑模型的练习档。我会免费给陈老师，对老师给你们，好吧？你们可以去看着我们的教学，直接照着画，那个只要花了半个小时就学起来，很方便的一个模型。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绍。然后进到厕所，你看厕所很长嘛，有个日本快木桶在里面，然后有个很大的化妆台。你看我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会把这个细节都画出来，包括水啊、高度啊，然后它的这个深度啊、上限的关系啊、桌板。好，有个影片。差不多了，应该可以。到11:50，对不对？来好。有点时间给大家合照。好。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好，谢谢。到底没有？还没有。再你去做高。好，谢谢。我每一段影片其实都在阐述一个故事啊。你看，帮一个房子屋主设计完一个家之后，他要住很多年的，至少住个10年跑不掉吧。我们前面花了1-2年的时间，好好把它用心做好，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一辈子的存在的价值。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我们对这种空间的坚持和努力的那种坚持。那你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你们不一定要把我看成一个老师，可以把我看成是一个想要为每个屋主做出好空间的一个设计师。你们以后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找到这样的人去帮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你们会得到比较好的空间。每一段影片都有它的故事跟它的背景。你看这是真实的那个绿廊，你看这是真的植物啊，垂吊在它的空间里，而且它不会有虫跑进来，这很重要，虫跑进来它们就离婚了。好，那这个案子是最后的案子啊，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他是在英国的艺术家，这艺术家相当有名，然后他的作品，左一婷他家办公室，
他的作品在英国、在博物馆，然后在纽约都有被展出。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当时在帮他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想的是如何把他的这个很厉害的这种作品的线性的东西被抓出来。但因为这个房子必须要衬托他的作品，所以不能够太多颜色。所以我第一个直觉就是全部都是白色。那全部都是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很维护，问题是他们就是有办法维护这种空间，所以这不能做给一般人住。一般人住大概会，你不知道该怎么摆东西，你知道吗？东西摆错位置看起来不太对劲。那他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直线这个作品。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作品的主轴就是它这个大工作台，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台面，然后墙壁是这个磁性铁板，然后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它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悬浮起来的一个桌子，看起来是很悬空的这个事情，然后有很多线性的事情从底到天花板可以串联在一起。这个是有点像是艺术家工作室的空间，他就是不太 care 他的房间。因为你们看他房间也蛮酷的，因为我把它特意做成一个全黑的做法。那在这个空间里，我们需要让他的客厅跟他的这个餐桌，还有他的工作室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从空间转换到空间。书房是静下来的地方，餐桌是可以吃饭又可以工作的地方。你们有在书桌上读书的可以举手，举手看。餐桌上读书的，从小就从餐桌上读书，因为家里没有书桌，书桌摆满了餐具，摆满了书，所以一定要给他 switch 一下，你知道吗？所以这是现代人的做法嘛，没有骗你嘛，这现代人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就会想，餐桌的空间跟书桌空间是要连贯在一起的，所以看他的餐桌跟他的沙发，它是贯穿在一起的，然后它是可以随时随地看过去，然后这边是给他在北方的爸爸妈妈偶尔会来台南住，因为他在台南，他成大教书。他是半年在成大，还是4个月在成大，然后另外其他时间都在英国，所以他是来回在跑的艺术家。所以他的空间，这个桌子也是我替他设计的，就是说一个完整的空间去搭配这个整个内容，然后收纳也是一样，一应俱全去做。然后天花板会有一个线贯穿到左边到右边去，所以看到这边这个案子的 detail 就比较复杂。你看很多这种弧角的东西，你光看这个就知道它不太好做了，这很硬功夫了，因为那个。你连画图都很难画，你知道吗？画这个图也是高斯，我们蛮不容易的。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图，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然后这边做了一个上菜台，他很会煮菜。有的时候，那你每一道菜拿起来就放摆一下，然后拍个照再拿到餐桌上去，那个点子还不错。后来他拿来放一些就是餐巾纸啊，或者是小盆栽。然后你看一样，别人可以把所有妈都弄起来。其实这房子没有很复杂，老实说，建筑的空间可以把它弄得很复杂，原因是因为它又有结构，又有机电，又有室内装修，又有基本的建筑体。那室内设计的事情就很单纯嘛，因为空间就这样子，你看就这几个柜子而已，就这么几个柜子，要把它做成这样的空间，其实要好好仔细规划，对不对？所以房间就来了，你看房间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后面的后台跟前面，然后这是他的作品哦，我们用他的作品去转译成板子，就是一列的美耐板。然后在墙上做处理，然后他是真的很用心去设计了一个床包，他自己设计的床包，你看多厉害！他可以做作品，可以做围巾，可以做床包，这个床包是他自己设计，材料是上层，然后自己设计成，看从黑色延伸到这个地方来，再从黑色转换到绿色，所以这空间变得相当有趣。到一个很开放的工作空间，进到房间是很安静的空间。这种艺术家头脑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运作的状态。我们如何让他可以到房间里安静？透过这件事情可以发生这样的可能。然后这是他给他爸妈的空间来休息。你看爸妈空间就有这种温润的辽阔快木，然后这个快木，然后透过这种背光的效果，还有他为他妈妈做的这个花的作品，这边就感觉有那个温暖。这也是自己设计的，而且你看哦，这个曲线是故意的哦，不是歪掉，不是皱掉，是故意的。这是代表他对于他爸妈的那种柔情的那个软化的这个过程，我猜的啦，我感觉上应该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稍微这种柔柔的效果。它这个都是数位艺术创作出来的布料，真的很厉害。我等一下跟老师介绍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东西。然后夜景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这边他设计的茶杯，这也是他设计的，不是买来的啊。然后这个报纸都是他设计的，所以我们的东西基本上就在衬托他的作品，然后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好，那我们今天就设计到这边，讲到这边，然后跟各位分享这几个作品，谢谢大家，等一下我们有讨论。
谢谢典狱老师哈，每次看到典狱老师的作品，都会不知不觉觉得，哎，这是台湾嘛，都会有这种惊叹啊。当一个设计师真的不简单啊，就是你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对生态要了解，要略懂，然后又要能够应用，然后更重要的是要读懂业主的心。那我觉得典狱老师就是一个这样完美的典范。那各位同学如果对典狱老师还持续有兴趣想关注的话，你看好说要跟大家讲说在哪里可以接嘛？跟大家教这个，就是这个教学啊，这个教学是有教安藤忠雄的这个住吉常惠的房子，那就是我们本来比较复杂哈，本来要请各位要去按赞留言支持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帮我按个赞哈，谢谢你们，我讲那么辛苦，也是蛮多口水的啊。那可以帮我按个赞，留言一下支持一下，然后我会把我们的你们就不用填问卷了，但是我会把这个教学的内容给陈老师，然后你们可以在上课练习一下。这个影片很单纯啊，它其实是一个小住宅的空间，那大概才18分钟，很快速的从一个空的一个住宅，你可以看到我到后面一点。它是一个从空的住宅去做的几道墙，因为它本身这个建筑结构就很单纯，它是个板墙的结构，就是把墙画出来，把楼梯画完，基本上房子差不多好。可是因为它是混凝土、清水混凝土的效果，所以你做起来会觉得，感觉好像很容易。那我们资料这么多，我都准备好，就是可以让这有页面啊，然后有些东西，然后有教学的这个也在头上。那我们这个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去特别做完，那我还上了字幕啊，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好。这其实我们10年前就在教了，在成大教，然后我就重新把它做出来，因为好的建筑其实是可以流传的，我教。成大好像没有老师教的。好，所以你看我这边就有这个东西，那其实很快我们拉到中间，你看中间这边就是有教怎么样做，你看很快就长出这样来，你看17分钟就做完了。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简洁，就很快就可以做完一个简单的房子，你会很有成就感。我在20分钟半小时内画完一个房子，会很成就感，可以试试看。那我大概都有，这边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带出来，然后这边有这个位置，然后教学怎么做，然后最后我们还有跟大家讲怎么样去活出个空间来，然后怎么做楼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来看看这个内容啊，到后面就会比较后期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它就有 model 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活一个，反正可以看到房子就可以盖完了，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同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眼睛这边看到我们的上天的景观，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其实还可以打光。如果你们关于 Step 的话，因为 Step 其实可以直接打光，你看这样做完就有感觉好像是一个房子的效果。我觉得这案例蛮好的，蛮适合大家去学习的，而且可以建立起很初期的好的习气。好，所以这个其他陈老师有跟我讲一下这个这个不过，我真的认真讲一下，你们这边对元宇宙有涉猎的可以举手一下吗？还没有是不是？做大几啊？刚开始，不一定是不是？1、2、3、4，好，就是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再看5分钟的影片而已，就是我们很快速的去提了一下元宇宙的一些可能性。那到底设计师可以做些什么？就大概从会2点到3点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就做了一个整个的 overall 的这个事情。第一个会从那我刚刚去看，把声音关掉，我在讲话。我刚刚在想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做 BIM 是在讲资讯的观念，那这个东西来想架构，你架构想清楚再去做事情，其实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东西不会只有应用在什么元宇宙上，课业上也很有帮助。你们要建一个模型啊，你们要考一个学科啊，你们要准备一个考试啊，其实架构弄清楚再去做会好很多。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会让大家可以去理解你怎么样去准备好一个架构，然后就开始去推演你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麻烦，你要找什么样的资源去解决你需要的问题，然后可能会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找多少资料，对它相关的东西去不断的解决你面前的一些难题。
然后克服你要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找到你要的 topic。其实元宇宙的东西，如果这边有年轻人就在碰股票的，你会发现跟股票很像。那元宇宙的东西其实跟有点像饥饿行销的这种做法也蛮像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的组织，然后去串联出东西。如果你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是网红，你看他们在做一些直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好像他有什么样特殊的事情，大概这个东西会跟他有点关系。那我们在做这个推导的时候，就我们用了一个特别软体去画出这样的东西来，让大家觉得厉害，有点效果，好像不会感觉是在听我讲话，来看我做作品。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是新一个世代的一个比较好的呈现的方式。如果你们看这堂课，真的有机会在你某个课程做了这个影片丢给老师，我相信你分数肯定超高，因为你要想在现场做这些东西，这不是随便做就做得出来，它不是像 PowerPoint 直接跳出一样板让你随便做的东西，它是要想过的。不过做出来的人会有蛮有成就感。好，自己画。它有个样板可以让你去用，不过你得去挑，好好的找，然后你要决定它怎么出现，然后决定它的颜色，决定它怎么样去组合。然后我们就是有做 NFT 上传到 OpenSea 嘛，然后 OpenSea 它就是会去串联什么东西。虽然我没有办法很用心去像人家去经营社群 ，Discord 去经营社群，可是我觉得踏出第一步是这样，之后再来去经营下来。我觉得今天来跟你们分享，就很像是在推广一个观念，就是我留下的不是我的作品，我是留下一个观念跟想法，来让各位去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探寻，去找到你们可能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用在你自己的人生上面。一场演讲就2个小时，但也许会对你们带来不同的影响。我小时候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有时候都听到一些引导课程，我觉得看这本书，听到某个人讲他的故事，对自己的影响，有时候比你上一整学期的课来的更有效果。好吧，好，就这样子，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跟我讨论。